大家好，宠粉的一台又来了。明星红毯是永远都说不够的主题，大半个娱乐圈的明星盛装出席，特别是女星在造型方面想破了脑袋，都想当最亮的那颗星。有人费尽心思被人赞，有人露肉槽点满满，还有的得罪造型师被钉在了耻辱柱上。今天咱们就重点来扒一扒那些选错造型师一身黑的明星吧。第12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红毯大家都看了吧？这次的造型还是和往常的红毯一样百花争艳，一样有人美出天际，有人选错造型师，比如姚晨。虽说黑色象征着高贵和高级，但是姚晨这身着实败在了设计和质感上。这件礼服侧看露出了背部赘肉，像驮着一圈钢丝球行走，正面看大腿粗壮，挤出了副乳不说，还疑似臀部肥大，怎么看怎么胖，可以说是360度全死角了，让人不禁想默默问一句，这身造型是认真的吗？造型师快出来挨打！明明美女穿个简单的黑色礼服裙就已经很好看了，干嘛给弄这么多花里胡哨的装饰，给她拖后腿呢？要说姚晨选的这身颜色保守，款式大胆，那最近上《浪姐3》同时官宣恋情的齐溪，这次亮相的红毯造型可谓是相当前卫了。侧面看这一身礼服没啥问题，可是到了正面不免显得有点尴尬了，似穿非穿，像极了套了一身黑色渔网在身上。生图除了脸好看，整体身材真的有点瘦弱了。还有一位女星也很敢穿，那就是与惠英红同场的吴千语，黑色深 V 吊带长裙，同时又露出了腰线，但生图跟隔壁的影后惠英红相比，状态差了不是一点半点。虽然早有耳闻吴千语最近的日子过得挺滋润的，但也没想到滋润的如此明显。原本娇小的个子看着比惠英红宽一圈，虽然排骨胸若隐若现，但是到了肚子这块是真的有点拖后腿，腰线全无不说，腰身仿佛和臀部连成一体，而黑色反光的礼服质感又折射出了她的小肚肚，造型师绝对是故意的。吴千语翻车翻在服装上，陈都灵则翻在妆容上。先看工作室发出的照片，从妆容到服装到配饰都以玫红色为主，怎么看都有一股灵气和魅惑的感觉。而实际上在红毯亮相时，原本魅惑的妆容直接变成了烟熏妆。请问这是哪个化妆师的神作？前有北影红毯争奇，后有微博电影之夜斗艳，两次红毯连翻车都翻得大差不差。曾经凭借纯欲风杀出重围的毛晓彤，就在这次红毯翻车了。她身穿黑红抹胸礼服，整个造型走的赫本风，只不过完全没有赫本造型的精髓和韵味。礼服颜色款式显老，头饰成了孙悟空的金箍，脸色比身体肤色还黑。只想说快把毛晓彤的造型师插出去，好好的美女折腾成这样，真怀念《甄嬛传》中让人一眼惊艳的英贵人。如果说毛晓彤的造型让大家为英贵人惋惜，那么刘亦菲的造型则让人怀念起曾经的神仙姐姐。她此次所穿的礼服来自国外大牌高定，不过实在是让人欣赏不来。巨大的泡泡袖让刘亦菲本就丰满的身材雪上加霜，脖子上的装饰更是多此一举，显得她上半身格外魁梧。再加上这条礼服非常贴身，刘亦菲的小肚子都凸出来了，走红毯的时候非常明显。不过说真的，刘亦菲的脸还是很漂亮的，侧颜精致饱满，皮肤白皙细腻，被叫神颜是有道理的。美女下次还是换个造型师吧。小花任敏这次的造型也饱受争议，红毯上她身着一身分体白色裙装，但是不知是衣服偏小还是什么原因，本身已经很纤细的任敏腰间还是被勒出了肉，引得网友纷纷吐槽造型师这是扬短避长。而任敏的工作室已经被粉丝骂惨了，工作室也确实该在造型上多花点心思了。粉丝都知道美女最出彩的是腿而非腰，在红毯上还是应该要更加凸显美女的优势才行呀。这次翻车的依然有姚晨，紫色深 V 礼服非常老气，巨大的花边毫无美感，身后拖着紫色轻纱，像极了大妈拿着丝巾迎风拍照。这身礼服也将她的身材缺点暴露无遗。对比姚晨前2天在北影节红毯上的造型，姐，这造型是真的可以开除了。
除了这2次红毯，过往红毯得罪造型师的明星也不在少数，章子怡就算一个。明明皮相骨相俱佳，在电影里她美得顾盼生姿，可以说是淡妆浓抹总相宜。然而红毯上的她稍微不注意穿错衣服，像什么55分的卤蛋造型等，简直辣眼睛。除了这样看不懂的审美风格，章子怡的造型师还常常另辟蹊径。对于身材本就不占优势的张娘娘，造型师还偏偏喜欢扬短避长，这效果嘛就见仁见智了。此外，章子怡还尝试过贴片造型，像拼图那样，再加上这妆容发型，老了不止1个度。周冬雨的造型师也经常性发挥失常。众所周知，小黄鸭是个小身板，红毯造型的风格相对受限，因此它更适合简单有设计感的衣服。太有女人味的过于成熟的衣服和它的整体气质并不搭，像这种几何拼贴撞色就很适合它。然而他的造型团队老是把握不好这个度，要么过于幼稚，要么活脱脱的小孩子，要么就是过于成熟。然而这些都还不是最灾难的。早在他出道初期，还没有特别专业的造型团队的时候，在某次和窦骁出席活动的时候，周冬雨穿了一身半透的黑色裙子，本来身板单薄的她穿透视也没多大意义。最窒息的是，她居然搭配了一条蓝色的内裤，不可谓不灾难。平日里知性大方的张靓颖也有过红毯翻车的时候，在某次活动中，张靓颖穿了一袭白色的裙子，裙子上面缠绕着死亡芭比粉色的纱缎，女神秒土气，气质全无不说，身材也被勾勒的5大3粗。造型师团队还曾标新立异，本来酷飒的西装左右劈开，两边风格不一样，一半传统纯黑，一半透视，美没多少，猎奇倒是做足了。其实只要她穿对了衣服，那气质气场是蹭蹭蹭往上涨，和前面的辣眼风格简直不是一个画风。李宇春这套造型也是让人印象深刻了，第一眼跟美扯不上多大关系，就是担心她是否行走困难。气场强大的刘嘉玲也吃过红毯造型的亏，在某次活动中，刘嘉玲穿了一身编织袋风格的衣服，不仅没有勾勒出好身段，营造若隐若现的美感，反倒显得刘嘉玲5大3粗，臂膀雄厚。看着造型就已经够灾难了，常人很难驾驭，哪怕是霸气侧漏的刘嘉玲也 hold 不住。可是她居然不是个例，还有女星也穿了同款衣服，效果也是不尽如人意。当年不穿打底，直接穿丁字裤上阵的袁立，才是透视装的鼻祖吧。宁静也试过透视装，她还不满足于简单的透视，在色彩上也十分夺人眼球。阳光粉的裤子简直比上半身的透视装还要显眼。钟爱透视装的宁静还曾尝试过黑色蕾丝花纹的透视装，在拍照环节霸气掀开外面的大衣，直接成为全场最靓的仔。说起这种撞色，小花李庚希也尝试过。透视加内衣外穿加跳脱粉色，直接在争奇斗艳的红毯上杀出重围，毫不费力。除了透视装，还有隐形装扮，肉色或者透明内搭，一眼望去仿佛真空上阵。至于美感嘛，就见仁见智了。白百合的骨架本来也不算小，但绝对是适中的。然而在某次红毯中，可能是为了勾勒身材的曲线，白百合的礼服在胸、腰、胯附近都有一圈黑色的装饰，然而视觉上却像白百合腰间有一堆赘肉，适得其反了。张子枫也在造型上翻过跟头，明明是小身板的她，穿上西装不仅没有半分霸气，脚踝附近的繁复花纹将她的腿衬托得特别短，还显得很累赘。风格选错也就算了，还有的造型师勇于给女星挑战小码衣服，直接勒到窒息。这种情况关晓彤就遭遇过，她被小1号的礼服挤出了不少肉肉，仪态看着都替她勒得慌，也难为她硬着头皮穿下去。当然除了小1号的礼服，关晓彤最经典的翻车红毯造型莫过于在很仙气飘飘的礼服里面套上一双黑色紧身秋裤，这次红毯也让她被群嘲，可以说浪费了好身材和好衣服。同样被小1号的礼服难倒的还有万人迷陈好，平日里端庄大气的她穿上小1号的礼服，胸前的肉都被挤出来了，看着都呼吸困难，最主要的是还显得十分狼狈，毫无美感。超模奚梦瑶明明那么瘦的身材，也被小1号的礼服硬生生挤出来一圈赘肉，看着十分影响美感。其实除了女星，男星在红毯上也有不少尴尬场面，像什么上半身穿西装，下半身运动服之类的混搭，让人摸不着头脑。又或者是明明衣服正常，却在鞋子上有些小心机，配跳脱的颜色、女士凉鞋等等。
可以说是能够有效的扬长避短，把演员的优势发挥到最大化。但也有的造型师却能把帅哥画成丑男，让人一言难尽。今天一泰就带大家来看看那些被妆造毁掉的帅哥吧。罗云熙，内娱古偶永远的神，一部香蜜沉沉烬如霜的男二润玉，直接拉下多少姐妹入塔坑，病娇美和破碎感都快冲出屏幕了。结果在《长月烬明》里面被吐槽瘦到夸张，毫无美感。确实，罗云熙瘦不是1、2天了。最早受伤坐轮椅时候的照片就被网友感叹腿细到就剩骨头架子了，后面更是将白又瘦发展到了极致啊，脸都没有手机屏幕大。男演员过瘦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难以让人把他往有依靠感的男主身上套。人太瘦，现代装上且能修饰一些缺点，但长月烬明的古装造型把他的单薄体现得更加明显，甚至还被网友吐槽说他现在瘦得像螳螂，还有说他一会像公主一会像后妈。粉丝说罗云熙这样更契合角色。原著里描写的澹台烬就是从小在饥饿和寒冷中挣扎长大的小孩，但是病娇和脆弱感实际上可以靠演技而不是靠着羸弱的身材来体现的呀。罗云熙再不增肥的话，应该每部剧都会遭到身材上的争议吧。还有男主的拉长眼线也很令人无语，真的很难忍住想给他蹭掉的想法。又细又长的眼线完全没有任何晕染，纯粹只是为了画而画的感觉。这么现代的妆容再套上一身古装，真的搭吗？如此这般让网友忍不住吐槽，长月烬明的化妆师是怎么做到不管男女老少，油皮干皮就是主打一个卡粉起皮的。随后有网友表示可能是化妆品再不用就过期了，所以赶紧多往脸上涂。靳东非常适合出演职场精英的角色，穿上西装后的他一脸正气不说，浑身都散发着有钱人的气质，真正印证了那句气质不允许我贫穷。他对于自己的戏路有着非常清醒的认知，曾表示那些没有时代背景的古装剧自己不太愿意出演，但他还是因为人情关系接下了老熟人孔笙导演的《琅琊榜》，在里面饰演了一个满是睿智的角色令臣。只是这一次他的造型让人颇为吐槽，脱下西装换上古装的他有着让人一言难尽的斜刘海，还有那不知从何而来的耳夹，怎么看都别扭，完全和他自身气质不符。虽然有过一次失败的古装造型，但靳东依旧选择了挑战自我。不知道他在新戏中的古装造型如何，只能说告别了得心应手的霸道总裁人设。靳东的这番全新挑战，我们只能拭目以待。2016年，一部名为《重耳传奇》的电视剧，让观众见识到了什么叫做古装丑男。剧中的男主角重耳的扮相简直丑的让人无法直视，而他的扮演者就是王龙华。每一次他出镜时都穿着花里胡哨的衣服，在造型师的一顿乱搭之下，严重拉低了王龙华的颜值。即便是抛开这些服饰因素，王龙华的发型也让观众颇为吐槽，参差不齐的刘海，油光四溢的发髻，还有他夸张的双眼皮、厚重的粉底，都让他的整张脸看上去颇为怪异。如果不知道他28岁的真实年龄，观众绝对会猜测他是40出头的老男人。只是出演男主角的王龙华真的这么丑吗？13岁就拍戏的他，在中戏读大学时，成为了《红楼梦》中人选拔赛的西安区冠军。几经角逐之后，他得到了出演假脸的机会。虽然比不上男主角贾宝玉，但却也是一个风流倜傥的公子哥形象，完全可以靠脸吃饭。不得不说，当初他的假脸扮相真的颇有几分帅气的感觉。至少和重耳相比，他的这一次造型是非常成功的，也成为了他不是丑男的有力佐证。2016年版本的《萧氏一郎》中饰演连城璧的当时还默默无闻的朱一龙，不知是什么原因，剧中他有着很多强行加入的戏份，让他的整个人物性格变得有些分裂。当然更让人吐槽的还是他的造型，每次出镜时他都顶着一头厚重的斜刘海，让人看上去缺少了几分干练。而他那些乱七八糟的服饰，更是让连城璧这个角色变得低俗起来。身为无垢山庄少庄主，理应雍容华贵，然而他的衣服不仅面料看上去非常廉价，造型也让人一言难尽。真的不知道衣服上的那圈围脖到底用意何在。在前几年的家宴里，朱一龙的造型更是让人一言难尽，像是被狗啃过的刘海，服服帖帖地趴在脑门上，让他的头型看起来有些怪异不说，配上那件红色外衣，俗气二字呼之欲出。好在镇魂终于还了朱一龙的清白，那里的他戴着一副黑框圆形眼镜，整个人尽显温文儒雅。即便是到了古装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里，他穿上了质地精致的面料做成的衣服后，也和《萧氏一郎》里的感觉大为不同，贵公子的气质油然而生。金瀚的颜值近几年来一直备受吐槽，甚至被网友归为古装丑男之列，但当年他是在选秀节目中以第4名身份出道的。
至少颜值这一块应该还是能够拿捏住的。然而在2021年的君90中，当他饰演的朱赞从楼上潇洒降下时，明明应该帅气无比，没想到却让观众看到了他臃肿的身材，还有笨拙的身姿。那一刻观众突然恍惚了，这难道是在演喜剧吗？在剧中他有一段哭戏，虽然哭的五官扭在了一起，甚至就连青筋都明显暴起，但观众看到的只是用力过猛，却没有一点点的美感。不管是哪个场景，这部戏里的他都是360度无死角的丑。但是金瀚也曾经帅过，当年让他一炮而红的《你是我的倾城时光》，他在里面扮演的特种兵就硬朗帅气，一头短发的造型更是尽显干练利落。就算是出演反派，他在《楚乔传》里的赵西风也有着不低的颜值。或许对于金瀚而言，古偶男1号真的难以驾驭，只有选择适合自己的角色，才能迎来事业巅峰。任嘉伦曾经是韩国练习生，在以演员身份出道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默默无闻，即便拍过很多戏，但都是可有可无的存在，并没有给观众留下太深的印象。在《青云志》里，他虽然戏份并不多，但是人设却颇为讨喜。如果不是因为造型敷衍，应该能被很多观众记住。剧里他那厚重的刘海，直接让他的颜值大打折扣。毕竟没有主角光环，也算不上重要配角，所以造型师偷工减料也就在情理之中。而他在《美人为馅》里顶着一头黄毛的造型，更是让他原本的儒雅之气荡然无存，看上去就是一个貌不惊人、呆头呆脑的小混混。不过自从《大唐荣耀》开始，任嘉伦的造型就肉眼可见的有所改变，特别是在后来的《锦衣之下》中，他身上的衣服每一件都是量身打造，足足有30多套，而且根据不同的服饰，他的发型也有所改变。总之每一个造型都堪称完美，让他气质出众，风流倜傥。2021年，任嘉伦主演的《周生如故》大受好评。剧中他的服饰雍容华贵，无论是什么颜色，他都能完美驾驭，时而俊朗，时而高贵。在造型师的精心装扮之下，不得不说他真的很迷人。所以并不是任嘉伦不帅，而是因为造型师不对。如果遇到了对的造型师，任嘉伦的古装扮相真的是韵味十足，风度翩翩。白宇算不上传统审美意义上的帅哥，他的五官很普通，下巴部位更显突兀，不仅偏长，而且向外微微翘起，仿佛就像是动了刀子一样，格外抓人眼球。当初在出演《微微一笑很倾城》时，造型师让他拥有了一头黄色的卷毛，还配上不同颜色的格子衬衫。当然点睛之笔还是他的黑框眼镜，戴上去之后让他整个人都阴质了。那年他24岁，观众本已不对他的颜值抱有太大的期待，却没想到在他27岁那年，白宇竟然凭借《镇魂》中的赵云兰一角一洗前耻。这部剧中他留起了小胡子，让他下巴微翘的缺陷明显弱化了几分，而且他的发型也很洋气，无形中增加了他的时尚感。再加上剧中他的人设是一个雷厉风行的调查处处长，颇讨观众喜欢，所以这次白宇成功了，不仅让观众看到了他帅气的一面，人气也得到了急剧上升。有了胡子的加持，白宇的魅力越来越足。不得不说白宇并不丑，只是因为当年造型师没有找到最适合他的造型，所以才会让他的颜值被人诟病。如今的他早已成为了型男，当年的台湾偶像剧《流星花园》捧红了 F4还有大 S 等诸多新人演员。剧中的4个大男生形象风格各异，但毫不夸张地说，随便拎出一个都是那时时尚潮流的引领者。那时的朱孝天温文儒雅，气度不凡，虽然现在看来发型有些女性化，但至少颜值还是在线的。然而后来他扮演的楚留香造型却让人一言难尽，这明明是一个顶级帅哥级的人物，当年郑少秋饰演的香帅，相信看过的观众一定不会忘记。可是到了朱孝天这里，一切都变了。那时他的身形已经明显发福，脸部也变得臃肿起来，特别是腮部那一块，更是让他的脸型看上去方方正正。而他的发型也让人一言难尽，脑门前随意飘着的几根刘海，把他的帅气瞬间全部带走，就连他的服装也显得格外敷衍。真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得罪了化妆师，朱孝天的造型才会如此拉垮。这些男演员本身的底子并不差，只是因为遇到了不懂自己的化妆师，所以才会因为某部作品某个角色被网友贴上丑男的标签。但如果换个适合自己的造型，那么他们自然能够让观众眼前一亮。关于被妆造毁掉的帅哥小伙伴们还有什么补充呢？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与仪态进行互动哦。好啦，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4姨太的视频，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4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内容哦。